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八卦健身操。让我们先做热身运动，双脚与肩同宽，准备侧拉伸，左手往上伸，1、2、3、4、5、6、7、8，换2、2、3、4，准备扩胸运动，向左1、2、3、4、5、6、7、8，2、2、3、4，准备高抬腿，先抬右腿，1、2、3、4、5、6、7，向后踢，2、2、3、4、5、6、7，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5、6、7、8，后腿往前半步，身体往后坐，前脚尖抬起，5、6、7、8，换1、2、3、4、5、6、7、8，身体往后坐，3、4、5，准备活动手腕脚腕，先左边，3、4、5、6、7、8，换边，2、2、3、4、5，准备气沉丹田3次，第1次，两腿微蹲，第2次，气沉丹田，第3次，5、6、7、8，好，我们准备做第1组动作，开路脚，右腿往后出右拳，1、2、3、4，出拳时从后背发力，后背带动手臂发力，5、6，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7、8，用力，2、2、3、4、5、6、7、8。我们准备做后羿射日，5、6、7、8，右腿往后跨，3，转左，5、6，回，8，做拉弓动作，3，转右，5、6，回，8，两臂用力，3，转腰，5、6、7、8、4、2、3，转，保持核心稳定，7、8、5、2、3，转左，5、6、7、8，最后3个，3，转右，5、6、7、8，用力拉弓，3，转腰，5、6、7、8、8、2、3，转5、6、7、8。好，我们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1、2、3、4，手脚同时发力，7、8，用丹田发力，3、4、5、6，准备换边，换1、2、3、4、5、6、7、8，多4个，3、4、5、6、7、8，准备做推山入海，5、6、7、8， 1、2、3、4，往右，
6、7、8，推山掌。3，右腿往前，好。6、7、8，推山入海。3、4，往左，哼。6、7、8，推山掌。3，左腿往前，好。6、7、8，用哼哈以声代气。3、4，往右，哼。6、7、8，打开全身脉络。3，右腿往前，好。6、7、8，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6、7、8，用丹田力推掌。3，左腿往前，好。6、7、8，准备做第2组动作。加油！开路脚，右腿往后出右拳。1、2、3、4，出拳时从后背发力，用力。2、2、3、4、5、6，准备换边，换左拳，右拳，踢，从后背发力。2、2、3、4、5、6、7、8，再坚持一会儿。准备做后羿射日。5、6、7、8，右腿往后跨。3，转左。5、6，回。8，做拉弓动作。3，转右。5、6，回。8，两臂用力。3，转腰。5、6、7、8，用力拉弓。3，转，保持核心稳定。7、8，将胸骨和气脉打开。3，转左。5、6、7、8，最后3个。3，转右。5、6、7、8，用力。3，转腰。5、6、7、8，8、2、3，转。5、6、7、8，你真棒！准备做撞膝。先撞右膝。1、2、3、4，手脚同时发力。7、8，用丹田发力。3、4、5、6，准备换边，换。1、2、3、4、5、6、7、8，多4个。3、4、5、6、7、8，加油加油！准备做推山入海。5、6、7、8，1、2、3、4，往右，哼。6、7、8，推山掌。3，右腿往前，好。6、7、8，推山入海。3、4，往左，哼。6、7、8，推山掌。3，左腿往前，好。6、7、8，用哼哈以声代气。3、4，往右，哼。6、7、8，打开全身脉络。3，右腿往前，好。6、7、8，出掌时上身保持正直，往左，哼。6、7、8，用丹田力推掌。3，左腿往前，好。6、7、8，大家做得非常好，跳得真好。准备做放松运动。深呼吸3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
呼气。第3次，呼气。准备两手向后画圈，右手1、2、3、4、5、6、7、8，向前2、3、4、5、6、7，手臂拉伸，右手拉伸肩膀5、6、7、8，换边2、3、4、5、6，右手搭在左肩上，往后看，放松腰背5、6、7、8，换边，尽量往后看5、6、7，弓步压腿，右腿往后跨，后腿尽量伸直5、6、7、8，换边2、3、4，准备甩甩手，甩甩脚1、2、3、4、5、6，深呼吸3次，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最后一次，吸气，呼气。今天的八卦健身操就到此圆满，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练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能够诵读金菩提圣经，就会让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充满着无限的能量，就会充满自信、创造力，让我们活力十足，魅力无限，我们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请诵念出来吧。我最慈悲，我最自信，我最宽容，我最勇敢，我最讲信用，我最遵守时间，我无所不能，我最智慧，我最博学，我最爱读书，我最爱观察，我最爱倾听，我最爱思考，我想好了就去做。我是上天创造的精品，我最有魅力，我最有天赋，我的歌声最美，我喜欢挑战，我勇于承担，我要成就天赋的使命。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缓缓坐下来，请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把身心都处在安定、放松、清静的状态中，认真地
聆听。好，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去认真的念佛这个算是实修的部分。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命运呢多舛，就是命运坎坷不平，起起伏伏，喜怒哀乐，人生常常是好事喜事不多，常常是发愁烦恼痛苦忧虑是经常发生的。对，所以其实人生不容易。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实修念佛的这个方法和行动，来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的命运让自己越来越好。当你的功德到达那个程度，当你的慈悲正心正念到了那样的纯净度，将会万事吉祥诸神呵护那个做什么都会顺利。所以呢，咱们现在还是认真恭敬的念，先就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恩家人带给我的幸福，感恩佛光每天照耀着我，指引着我。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诵念的时候，我们用感恩心，用恭敬心，还要用恭敬的供养心去歌颂佛菩萨，想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那些物质、那些财宝都供养佛菩萨。我说的只是你的心意是心意，是一种想法。在这个恭敬的想法之下用恭敬的心、感恩的心来念佛。我们只有想方设法与佛菩萨沟通，我们才会得到佛光普照，诸神呵护。好，就开始念了。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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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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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南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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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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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本师释迦牟尼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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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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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本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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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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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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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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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南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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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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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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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南无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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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牟尼佛，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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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30多年前，那时候在青海，那时候我也年轻啊，都不到20岁。有一天呢，就在我住的那个附近的路边上，看有一个年轻人，他年轻也比我大啊，
一个年轻人在那儿路边的放着一堆菜在卖，那正好我也觉得需要一点菜啊，但是我前面呢就有一位老妈妈去在那买，老妈妈也是一个农民的样子，就是说，哎，我要这一捆菜，因为很多菜它要是不是说随便拿出来是散的，是吧？它的菜收割下来之后，都是拿一个绳啊，一个什么东西绑一绑，绑一捆一捆的这样，他要这一捆菜，所以也不用称这一捆多少钱。这个卖菜的小伙子，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叫蔡老板吧，蔡老板说5毛钱，那个时候的菜很便宜哈，5毛钱这一捆啊。这老妈妈就找翻面的口袋说：“哎呀，这个真不好意思啊，我就是3毛钱。”他也死心眼，也是说，那小伙子能不能把这个菜你这一捆菜当中，我只买一部分，我只买3毛钱的，因为我现在只有3毛钱。这小伙子也挺僵硬的，就是说，我这个菜吧也不论斤，我就是论这一捆5毛钱，一捆5毛钱。你说我这么揪出来之后，我卖给谁呀？我都不知道卖多少钱。他也死心眼所以我就卖一捆，就是5毛钱。你说我再翻了，真的着急，说哎呀，这一家子人等着吃饭呢。你说我就身上就是3毛钱了，你就抽出一点来就行了嘛，你怎么那么死心眼？要不我帮你抽？说那不行。我就一直在看，我就当观众，我就看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说这老妈妈说，要不然明天我路过的时候，我给你带来钱。这个小伙子想了想之后说：“好吧，3毛钱就卖给你了，给你吧，这一捆我也不用拿了。”这个老妈妈高兴坏了，说：“我下次路过的时候我还得还你钱。”说没关系了，反正就这样吧。这老妈妈提这个菜走了之后，这小伙子还满嘴怨气：“哎呀，真倒霉呀，真倒霉呀，没赚了。哎呀，真是遇上比我还穷的人哈，该我了。我本来我是带了1块钱，我一看这样，我就要试验他，我直接拿3毛钱，我买这一捆。”这个人气得拍大腿：“哎呀妈呀，今天什么倒霉事啊？这是什么烂日子呀？是不是啊？我2毛5囤来的，就是他批发来的，一捆2毛5，结果你现在又弄一个3毛钱，你赔死我呀！也太没有道德了他就是总说难听的话。”我说我也像老太太说，我找，全是我就是3毛钱。这气坏了，我不卖给你。你让我赔这本，这个人你于心何忍啊？但是他不是我说这么文明的词儿，反正是他骂街了，都是他真着急了，他真是2毛5批发来的这一捆菜，是吧？对，还有这些这个损失啊、消耗了这他也赚不了钱。我就说这么着呢，那个如果明天后天我路过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剩下的那个钱呢补给你，这样行不行？他说我又不是认识你是谁呀，那个万一是个骗子呢？他一着急这么说。我说我不是骗子，我就住在这个附近，是吧？你这个就卖给我吧。你看我这样，我也不是个骗子嘛。他说看着不是骗子，很多真骗子长得也挺老实的。我说有道理，有道理。他自己在那儿就发愁又着急又骂街，完了一会儿说算了，给你吧。他还是算了，给我吧。这其实是我要的答案。我当时很穷，我也不差这点钱，我就是考验他。这小伙真给我，我说你还是不错的我说我这么明天如果有可能我路过，我会把这个剩下的钱补给你。算了，我就算送给你了，算我倒霉。我说不是倒霉，我就开始对这个小伙子很有印象。其实过2天之后，我还来找他，我发现他还在那卖菜呢。他一看见我，他都不理我，骗我的来了。他就跟我说：“
他一看这么说，我先补给他那2毛钱。我说怎么会骗你呢？我就住在附近，这个钱还给你。他一听就很高兴了，这个好说话，掏个烟卷给我抽。我说我不抽。他也不好意思，他正好跟前没客人，我就故意给他聊，才了解到他。我说我问你那个家庭挺好吧？他说好啊。我说你兄弟几个？一大堆。我就说不可能，这个好像你有爸吗？他说谁没有爸呀？我说你爸现在还有吗？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有啊。我说不可能。他一下眼珠子都那么老大。你怎么知道啊？你认识我呀？我说我认识你。第二个，你就兄弟一个对吗？这你也知道？那你脸上写着呢。谁告诉你的？你的脸。这个是我认了。你怎么知道啊？我在修行。他一听，其实有点害怕，有点惊讶。这修行啊，这个。你看看我什么时候娶上媳妇儿？他男孩就惦记这个事儿，因为快30岁了嘛。我说怎么样？那没人给你介绍媳妇吗？哎呀，他们给我说了很多个，一看我们家穷的叮当响，最后没有姑娘要跟我，所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卖菜攒钱娶媳妇这是挺伟大一个理想，不错，有前途。这样我就了解到，他的妈妈常年得病，其实他卖了这个钱既要养妈妈，还要给妈妈看病。对，这家庭挺困难。我是觉得这人心挺好的。之后我也找时机，找到感觉他对我信任了，之后，他就问我能不能娶上媳妇，我说能，并且还长得很漂亮。一听就高兴坏了，好像当场就娶上一个漂亮姑娘似的。哎呀，我这么好啊！我媳妇长什么样啊？2个眼睛。废话，肯定2个眼睛。我说没说完，2个眼睛大大的。大大的多大？像牛眼那么大。那嘴呢？他一般过去那些人他不太会描述，嘴小小的。哎呀，太好了身材呢美美的我也不是骗他，真的是这样。这我觉得这是个有福的人，但是我希望他更有福。我希望这种善良的人富贵，所以我就考他。我看他相信我说的吧，我都说对了吧？我说给你商一件事情你想让自己将来更好吗？当然得想好，那就可以。将来能够娶上好媳妇，自己盖几套房子，是吧？甚至将来我都不敢说再好咱将来自己能买个大摩托车的，还买摩托车的，那就是大商人骑的。那我这是吧？放牛娃这种还能骑摩托，我说很大的。我有吗？你看命上有吗？我说有可能有，但是你命相上原有的命相上没有，你就是放牛娃。这样的。我说但是我是修行人，所以跟你商量件事，你能不能以后是吧？反正你卖菜能赚点钱嘛，你是吧？你能够供应我吃些菜，这样呢，万一我也修成了之后呢，你也有份功德，是吧？这个我修成了之后，我会比较好。那么呢，我让你富贵就富贵了，那个天神都会帮你。他说真的呀？我说我觉得是这样，但是要不要做呢？你自己想一想，考虑2天再说。我拍屁股就走人，我就不给他说了，反正该说的说完了，我就看这个人的福气。3天以后我就找他，他一见我跟我聊了一会儿，我知道他在忍着，他还没做出最终的决定。就说
他斜着眼看着小师傅，我认了，我供你菜吃。万一将来我能骑上大摩托呢？但是我说我不保障哈，不保证你能不能骑上，是骑摩托还是骑牛，这个真是还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对你有好处，啊，他就这么干了，还给我握了个手，还，对，我告诉他我住的地方，2、3天给我送一把菜，有时候还拿些其他的。他们家呢是种那个土豆的，啊，这些菜呢他在其他的种菜的农民家买来的。啊，所以快到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经常给我拿着一袋一袋的土豆来，啊，他对我非常好。他供我吃了菜，大约供养将近1年，大约将近1年的时间。结果我已经很熟悉了，啊，其实他年龄还比我大，所以我经常叫他菜哥啊，卖菜嘛，他在我这受到了启发，其实我一直教他，他是这个时候他供养我，我就是他师傅呀，是吧？当然他没有拜过师那样子，但是他很懂礼貌，他再见我的时候都会跪着跟我说话。师傅，我请教你，佛经里有没有教人发财呀？他就惦记着发财。人真穷人哈，就是首先吃饭最重要。我特别理解，我就是这才是真正要修佛法的人。我按照佛经里说的，多舍多得，多舍多啥意思呀？我说多给别人，多送给别人。他说那傻子啊，还有本钱呢，对不对？他本钱得回来。我说保住本钱的情况下，别太抠门，该送就送，该给就给。所以我也给他说了很多这个东西，对吧？别人都是卖，比如说5毛钱一板的话，你那个。比如说4毛5一板也可以呀，如果卖5毛钱一板的时候，你送上2根葱也可以呀，送那个香菜，送蒜，是吧？后来有了土豆成熟之后，买一板菜送一个土豆，啊。后来我还教他，那个地区的人啊，那刚刚改革开放啊，这个都爱吃白面的，我一算那个白面馒头大概。就是和6、7分钱一个就蒸好了之后，他还讲他的家族关系，让他表妹，给他蒸馒头，就是大约消费1块钱就送一个馒头，就没有哪这么便宜的事儿啊。他那个面条呢，就是你看馒头他是送，面条不是送，面条怎么卖的呢？买面多少钱，他不加人工，就是卖那个面钱。就是这样，大家觉得医生个傻子，卖菜的卖面条，你看那样就是个傻子，所以他那个形象大家知道他是缺心眼儿，傻，都去买他的菜，这样他的每一斤上的盈利很少，对不对？他是怎么卖菜的呢？后来一天那个5吨的大卡车，一卡车，他差不多2、3个小时全部抢光，每个人挎一大篮子、一大袋子走，都是这样子的。甚至是有人在他这批发了，弄了一大堆，拿这个那种土人工拉的车子，拉一车子在他那儿拉了，换一个地方之后再高价卖还赚钱。你想他的菜多便宜？但是他赚了多少钱呢？他在95年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存了350万人民币了。那个时候，北京人的平均年收入是多少钱呢？不到5000人民币，就是北京啊，中国1线城市，年收入不到5000块。可是他这样一个傻子级的农村王，已经存了350万，而且还不影响他正在运作的。他还买了2辆卡车，买了2辆大摩托车，还雇了一群人给他蒸馒头、压面条、弄菜、炖菜，往外送菜。那么现在他的事业有多大呢？给他合作开店的，反正就在那个省，可能有200、300家和他合作的分店，都打他那个店名就好卖。他还不知道怎么分那个钱呢，人家也知道他啥也说不清楚，但是没人骗他，都和他合作特别好，谁和他合作谁发财。
而且他专找那些很笨的、很穷的、乐意出力干活赚钱的人，最后都变成富人。2008年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他的净资产是3000多万，是多少？作为这么一个低智商的，上的小学1、2年级的，那个状态，他有了这么多的钱，现在就更大了，因为他不挣人家的钱，很少，很多东西都是送出去的。对，我还告诉他，我临走的时候，当时他还没有发财的时候，还在小路边弄了几把菜卖的时候，我就说，你去照相馆给自己那个脸照一张大头照，就是办证件用的照片。但是呢，照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拍照啊，照完了之后洗的大一点，那个相片印的大一点，弄个镜框装起来挂你们家。我说大约10年之后，你自己再对比这张照片。可是不到10年，7、8年的时间之后，他去见我，他就拿了那张照片，和他刚来的时候又照了张照片，判若两人。我见了他之后说，穿的也好了哈，现在穿的是西装，虽然是穿这个西装，又是扛菜，又是游泳的，又是赶牛的，那个西装是花的，你都觉得这是西装吗？有这么个人哈，那个鞋烂的那样的，头发估计2、3年没怎么洗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去旅馆里找我，人家旅馆都不让他进。一看他媳妇儿这么漂亮，说看他媳妇儿面都让他进来找我的，就是这样。他的鼻子、他的五官都改了，这个鼻子已经鼓起来，当然不像我鼻子那么高，就是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啊。他的鼻子长得和他的个性一样啊，整个那个鼻梁都是圆乎乎的，鼻子头也是圆乎乎的，就不尖锐，这样的人就比较实在。但是有鼻梁了，对吧？而且呢，这个他那个下巴哈，之前呢，都缩的那样子，所以说这要早死呢，都变了。那个小耳朵也变得好看了，稍稍大了一点，红润了。哇，这个照片一比，我说你这个警察都不认识你了。他是啊，他说我那个身份证重办了，说根本就不像俩人。警察以为说你去做美容去了，他说我这个土豆还做美容，他是不可能做美容的人是吧？怎么变了呢？他说他学佛，其实他没好好学，但是我给他灌输的东西就是多舍多得，多布施，多奉献，多帮人，能舍就舍，对吧？只要得有饭吃，能舍就舍。他就是照着这个经营的概念，从这样的一个大家没有一个人能看得上他有任何好处的，从长得不好，家庭状况不好，对吧？而且还傻，变成这么一个能经营的老板，所以他要去邀人家看着很穷，他发财了之后，他就看那个人又穷又笨的那种傻小子，他就叫来跟我合作开个分店吧。我都不会经营，没文化。他说我和你一样都没文化，那我不像你有那么智慧，怎么经营的？他只要能做傻子就能经营。他就给人拉半车菜，你去吧，按照我这个方式来卖就可以了。那傻小子他经常用他什么呀？连秤都不会看，说只能论把多少钱，这一捆一把多少钱，只能是这种人，甚至是给他20块钱他都不会找钱的人，最后都变成了百万富翁，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命相的改，他的面相也改了所以说给这个就是你的五官不够那么圆满的不够那么完美的朋友呢，提醒都有善心，多行善，你可能就变出好的命相，最终是有好的命运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得到的部分。跟我修的很多人都有改变我也希望说，今天之后，尤其是明天早晨呢，你呢在这个同样的光线下，
用你的手机给你的脸和手拍照，你自己看有没有变化。那通过这几天就有点变化，我们每天才修那么一会儿时间就有变化，那你好好修它100天呢，那个变化得多大呢？对不对？而且一定有变化。今天说的鼻子不完美的，多数人鼻子都不完美，多数人。眼睛不完美的，还是多数人不完美。为啥呢？多数人是百姓嘛，你都完美了，都是超级智商的人，超级大富贵的人，对不对？那谁当皇帝呀？那只有外星人来当皇帝才可以啊，因为你已经很智慧了嘛。你完美的相就是智慧的相，能力的相，对不对？所以一般的百姓只能说你不完美，所以你的相也不完美，因为你的智力不完美，所以才有了相不美。对。但是呢，很幸运的是说，我们其实你可以试一试我现在教的这个方法，而且你自己照下相来自己看一看。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哈，你发现自己面相和手相改了的前后的拍照的照片发给我，就注意哈，改的不可能说我没有鼻子突然长出个大鼻子来，那不可能。它现在变化还是少的，是少的变化，少的变化也是变化呀，啊，最少都是叫气色的变化，就是气色越来越好。气色的变化代表现在健康和现在的好运气。坚持下去呢，就是发生叫做形状的变化。你想你的就是说鼻相和面相变好的话啊，其实真是在佛前发下一个慈悲的愿望，发一个慈悲的愿望啊！因为这个你想鼻子，它是你的5岳的中岳，就是中心，中心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意识。当你的意识当中是善是恶，容易在鼻相上呈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看一点相的时候，你看鼻子歪，鼻梁塌陷啊，不同的位置长的斑点，受伤、长痣等等，它意味着不同的那种曲折的人生的那种具体事件。这里我先不透露，只是提醒到这一点啊。对，所以你修出当有一个慈悲心、善良的心啊，再加上修行，加上做善事的时候哈，对，你的心改了，你的鼻就开始改。你说鼻子上还有很多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瑕疵，这都是使你的心还不纯净。当你的心相对更善良纯净的时候，你的鼻子除了肤色会变那种纯洁的美啊，还一定会出现这个形状上的变化。形状的变化通常不是1、2天就发生巨大的改变，它是需要一个慢慢的转变的一个过程。转变的过程我们也预计应该在3年左右。对，如果你的比如说鼻子歪的，你在3年以后正过来，像这一次的跟我念佛改命哈，我相信有很多，尤其是鼻子歪的那个，你明天照完相对比就知道了哈，就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也有人说我歪我的，我干嘛要纠正它呀？你们如果知道它的可怕，你巴不得早纠正。因为天机不可泄露，憋在这儿我也不能说它到底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一定是不好的。对，还有的鼻子有破损啊，还有那个鼻子很怪异，对，这都是不好的。对，所以我们好好修哈，大家呢这个就是不要说是仅仅在我们在这个我现在来上课的这个时间来修，你最好呢，我提醒大家再多修上1个小时啊，无论自己是早或者晚哈，你自己找出一个时间来哈，多修1个小时就完全不同。这样你一天多修上一会儿，你的这个健康改变了，最重要的是你的命
还有你的相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你好，才是我真正去上课受法的目的。人经过修行，形象是可以改变大家现在跟着我合十你在合十的时候，我在帮助你，让你的手相变得更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合十，感恩佛菩萨。好了，你再看看你的手可能那个小鼓包不明显的地方，现在就开始隆起来了。自己去辨认，自己去对比。现在我们开始收功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
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挨非挨，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